CK3的捏人系统，自建人物千万，但没听说过谁为了增加代入感，主动给自己捏一个痴呆特质的。哎，这一组智力缺陷怎么都是鸡呀？这个本期视频我来讲讲为何是鸡，以及现实中的智力缺陷是怎么来的呢？打开 CK3的英语的翻译文件，我们可以得到3个词汇，前面2个是小学词汇，这两不解释啊。第3个 imbecile 这词来自拉丁文 imbecilus，in 就是无 ，becilus 就是像棍子一样的这种支撑物。如果一个东西没有支撑，哎，这不就垮了吗？于是这个词就可以衍生到智力相关的疾病。在20世纪初，这个词可以用于医疗诊断，中文语境的话就可以翻译成低能。等会儿这跟鸡也没什么关系啊。哎呀，众所周知 ，Paradox 社是瑞典厂家，相应的也会用瑞典语的角度去思考和关联。比如红旗亚娜这个词，在瑞典语系直译就是鸡脑啊，来骂一个人的脑子像鸡一样。以及在农村生活过、散养过的鸡的朋友们都知道啊，这鸡啊圈养的话，就似乎赋予他们那种特殊般的灵魂。鸡的3大难题：一、啄蛋，有的鸡的脑子确实开了光，但是这个光指的是跑去啄人家的蛋，美美的吮吸人家的蛋液，而且这一行为可以传播，这个别的鸡看到了也会去学。妈的，学好不容易，学坏一出溜啊！2、莫名其妙死了。是的，这个鸡总是以各种想不到的方法飞向天国，有的是打架，同伴一看，哎，是血，死了。还有的鸡傍晚压得不知道去哪儿了，该回窝的时候不回，第2天在某不知名的角落发现一紫黑的鸡冠呀。3、公鸡咬人，这个不多说哈，物竞天择定理啊，在这里发挥的淋漓尽致。刺激到控制欲比较强的公鸡呢，100度的开水泡一泡，一切都能好起来。至于现实里导致智力缺陷的原因非常多。按照指南的说法的话，光是非遗传因素就有那么多种，其中非常常见的就是缺氧性脑病。作为能被载入至儿科学的经典疾病，相比21三体综合征，这个出名度就不是很大呀。众所周知啊，神经细胞是有限的，死了就是真死了，不可再生啊。比如咱们这个 baby 呢，要出产的时候，脐带打结了，输不了血，这生命线就这么一咔，这个血氧就无法供给给这个 baby 的大脑呀。长时间下，一部分脑区域的神经元便会坏死，自然对 baby 的智力发育有影响。这时候可能有朋友会问，哎，主播，既然孩子的脑子的神经元是有限的、不可再生的，那为什么孩子的智力会不断提高呢？为什么人类出生时就不能像鸡呀、牛呀，出生的时候就直接撒丫子跑找食吃呢？实际上，对于后一个问题，感谢您对人类提高难产率做出伟大的贡献。如果每个孩子出生就有咱们这成人般成熟的大头脑，那咱们人类的难产率将达到99%以上，每一位孕妇都将符合剖腹产指针。恭喜你！至于 baby 的智力为何会随时间提高，这里我们就稍微形象一点。第一天，你脑袋里的世界一片混沌，就像噪点一般，随着环境的变化以及你的适应，根据中科院的一篇论文的说法，神经元在环境刺激下为了抢食儿，互相用这个殊途己去竞争神经通路。那些抢食能力弱的这种神经元所形成的通路呀，这个小胶质细胞一过来一看，哎呀，你这也太菜了，算了，给你剪了。哦，饿死了呀。那咱们就把你给吃了。这个留下的神经元呢，会不断完善通路，就像丛林里不断修剪这个灌木枝呀。走的人多了，就会有不断完善的道路去完善大脑。这个就是突触修剪理论。咱们之前所提到过的这个新生儿缺氧性脑病，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一开始某一块区域因为供氧不上，整个坏死了。那么这个区域呢，这个潜能就从此丧失掉了自然会影响这个智力的发展呀。哦，操，你在看？OK，我是百会引擎，我们下期再见。